大家好，欢迎来到悦享养生，我是王雅婷。近年来，2026大萧条的传言不绝于耳，许多人都感到焦虑，急于守护财富。最直接的想法往往是存钱或换成美元，认为这样最安全，但这其中可能隐藏着巨大的认知陷阱。以我朋友刘小姐为例，她多年打拼，将积蓄换成美元存入银行，以为可安稳退休。然而，去年她仔细核算后发现，物价与经营成本的上涨幅度远超银行利息，她的美元购买力在1年内竟缩水超过15%，钱存在银行，却像沙子一样默默流失。她的困境正是当下许多人的缩影。在动态的世界里，静止不动可能就意味着倒退。华尔街精英们真正担忧的，正是这种系统性的财富侵蚀。他们看到2层更深危机正动摇美元资产的底层逻辑。第一层是美国日益沉重的巨额国债，第二层是全球悄然兴起的去美元化。因此，聪明资金并非简单抛弃美元，而是像老船长应对风暴，将财富分批转移到不同的防水舱室。他们在为一个美元不再独大的时代提前布局。那么，这些被转移的财富究竟流向何处？在悦享养生频道，我将为你揭晓他们重点关注的4类资产，并用最易懂的方式解析其背后的逻辑。这不仅是知识，更可能关乎你我未来的财富底色。第一样是被誉为全球财富终极保险柜的瑞士法郎。说起瑞士法郎，很多人可能只知道它很值钱，汇率很高，但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于一张印着漂亮图案的钞票。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听到的发生在2008年金融海啸时的真实故事。当时欧洲有一家做高端精密仪器的家族企业，老板我们姑且叫他汉斯先生。雷曼兄弟倒台的那一天，金融市场瞬间冻结，汉斯先生公司的所有订单被取消，银行的信贷额度也被收回。一夜之间，一个运转良好的企业就面临发不出工资、付不起供应商货款的绝境。当时公司账上还有最后一笔大概500万欧元的流动资金，那是救命钱。公司管理层开会，所有人都陷入绝望，有的建议赶紧折价变卖资产换现金，有的说干脆宣布破产。就在这一片恐慌中，汉斯先生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决定。他吩咐财务立刻把这500万欧元全部兑换成瑞士法郎，然后汇入他们在瑞士银行开设的一个老账户里。他的合伙人气得拍桌子，说现在世界末日都快来了，你把钱换成什么币种，放在哪个银行有什么区别？汉斯先生当时非常平静地说了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如果这次危机真的意味着世界的终结，那么钱放在柏林、苏黎世还是纽约，确实没有任何区别，我们都一样完蛋。但只要人类社会还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只要经济秩序还能重建，那么瑞士法郎一定会是第一批重新站稳脚跟、恢复信心的货币。我们现在要保住的，不是一堆随时可能变成废纸的数字，而是未来能够让我们东山再起的种子。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各国政府为了拯救经济，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印钞模式，欧元、美元、英镑的币值都经历了大幅波动和贬值。而瑞士法郎就像风暴中心一个异常平静的漩涡眼，其价值反而相对于欧元等货币显著走强。短短几年内，汉斯先生当初换的那笔瑞士法郎兑换回欧元时，价值增长了超过30%。更重要的是，当市场开始稳定，他的企业需要资金重启时，这笔保值增值的种子基金给了他最关键的支持，让他的家族企业不仅活了下来，还在后来抢占先机，发展得更好。这个故事完美诠释了瑞士法郎的核心价值，它不是用来炒作赚快钱的工具，它是用来在极端不确定性中保存财富火种的防火保险箱。那么，瑞士法郎凭什么能担当这个角色呢？它的底气来自3个雷打不动的硬核支柱。第一个支柱是瑞士永久中立国的政治地位，超过200年的历史里，无论世界打得多火热，
瑞士都恪守中立，不参与任何军事同盟和战争。这意味着，无论全球地缘政治如何风云变幻，瑞士的金融体系和存放在那里的资产都被视为是超然于冲突之外的绝对安全之地。这种安全感是全球顶级富豪和机构用脚投票投出来的共识。第二个支柱是瑞士令人惊叹的财政纪律。当美国、日本等大国的政府债务高到 GDP 的好几百，还在为怎么提高债务上限吵架时，瑞士政府的负债率却低得像个模范生。他们的政府不乱花钱，国家预算平衡做得非常好，这意味着瑞士法郎背后没有滥印钞票的冲动，货币的信用根基极其扎实。第三个支柱是瑞士实打实的经济实力和黄金储备。你别看瑞士国土面积小，它的人均 GDP 常年位居世界最前列。它拥有全球顶尖的制药业、无可匹敌的钟表业和精密制造业，这些都是能持续创造巨大价值的高端产业。更关键的是，瑞士央行持有海量的黄金储备，这些沉甸甸的黄金就是瑞士法郎价值最物理、最直观的压舱石。所以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理解华尔街对瑞士法郎的配置思路，绝不是让我们去外汇市场炒卖瑞郎。它的正确用法是作为你家庭全球资产配置中的压舱石或稳定器，你不需要亲自跑去瑞士开户。现在很多正规的跨国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提供多币种账户服务，你也可以通过一些跟踪瑞士法郎汇率的 ETF 基金进行配置。记住，配置瑞郎的核心目的不是追求高回报，而是为你整体的财富之船增加一份面对惊涛骇浪时的镇定和平衡。第二样是被称为亚洲财富稳定器的新加坡元。如果说瑞士法郎是面向全球的避风港，那么在亚洲这片充满活力但也波动较大的区域，新加坡元就扮演了一个类似的至关重要的角色。你可能会觉得新加坡就是个小岛国，它的货币能有多厉害？那我告诉你一个可能让你惊讶的事实，在过去长达10年的时间跨度里，无论美元指数如何上蹿下跳，新加坡元对大多数亚洲主要货币，比如马来西亚令吉、印尼盾、泰铢等，都保持了一个长期、缓慢但异常稳定的升值趋势。这种稳如泰山的特质，在波动性是常态的金融市场上显得弥足珍贵。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我认识一位在马来西亚经营贸易公司的华人企业家，我们就叫他李总吧。李总的生意做得挺大，涉足房地产、棕榈油出口等多个领域。在亚洲，他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2008年金融危机等好几次大的经济动荡。每次风暴过后，他都会发现自己的资产如果用马来西亚令吉计算，账面上好像还在增长，但一旦他想把一部分钱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或者兑换成国际通用货币时，就会发现财富因为汇率损失而缩水了一大块。这让他非常苦恼，感觉自己的财富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城堡，一个浪打过来就矮一截。大概在10年前，他咨询了一位资深的私人银行家，那位银行家给了他一个听起来很简单，甚至有点保守的建议。从今往后，每年公司税后利润的 30%， 固定兑换成新加坡元，存入新加坡的银行或购买新加坡的稳健债券。当时他公司里很多高管都不理解，觉得马来西亚的存款利息更高，新加坡元升值又慢，这不是让钱睡大觉吗？但李总力排众议，坚持了下来。他的理由朴素而深刻，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博取多高的收益，我是要买一个确定性，买一个让我晚上能睡好觉的保险。这个决定的威力，在几年后一次全球性的危机中显现了出来。当时因为突如其来的全球性事件，供应链中断，李总的好几块生意都陷入停滞，现金流骤然紧张。就在他焦头烂额四处筹措资金的时候，他想起了存在新加坡的那笔钱。当他将那笔新加坡元兑换回马来西亚令吉以解燃眉之急时，他惊喜地发现，由于这些年新元对令吉的稳步升值，这笔钱兑换回来的令吉数额比当初存进去时对应的数额多出了相当可观的一笔。
正是这笔额外的资金，帮他支付了关键的运营费用，稳住了团队，撑过了最困难的几个月。事后他感慨万千，对我说，以前总觉得投资就是要追逐高回报，现在才明白，在恰当的时机配置能守得住的资产，才是大智慧。那笔新加坡元的钱，关键时刻真的救了企业的命。新加坡元为什么能具备这种定海神针般的特质呢？这要归功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独一无二的货币政策。大多数国家的央行，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是多重的，要兼顾就业、通胀、经济增长等等。而新加坡金管局的目标极其纯粹且单一，那就是保持新加坡元的购买力稳定，特别是对一篮子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稳定。它不刻意盯住美元，而是根据这一篮子货币的走势，灵活的、前瞻性的调整新元汇率。这意味着，无论美元是强是弱，欧元是涨是跌，新加坡金管局都会像一名技艺高超的舵手，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努力让新元这艘小船行驶在一条缓慢升值的平静航道上。他这么做的底气何在？在于新加坡作为全球第3大金融中心的雄厚实力，以及他那从不对外详细公布具体数字，但公认规模极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对于咱们亚洲的普通人，特别是生意和资产重心在亚洲的朋友来说，在资产组合里配置一部分新加坡元，就相当于为你区域性的资产加上了一个防波堤，它能有效对冲你所在国家可能出现的货币波动风险。对于生活在北美、欧洲等其他地区的华人朋友而言，配置一些新元资产，则是一个分享亚洲长期增长红利，同时又避免把鸡蛋全部放在中国或某一个亚洲国家篮子里的聪明策略。第三样是常常被忽略，但实则与地球硬资源深度绑定的石油货币——挪威克朗。提到挪威，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壮丽的峡湾、美味的三文鱼和幸福的北欧生活。但你很可能不知道，这个只有500多万人口的小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它的财富根基深深扎在北海海底的石油和天然气里。华尔街的分析师在评估一个国家货币的长期价值时，有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就是看这个国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美国的资产负债表上最显眼的一项是天量的负债国债，而挪威的资产负债表却让所有分析师羡慕。它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就是挪威政府养老基金，规模超过 1.5 万亿美元，是全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而这是它巨额的资产。这个基金的钱从哪儿来？就是挪威政府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开采和出售石油天然气所积累的巨额盈余。这个基金强大到什么程度？它投资遍布全球，持有全球上市公司大约 1.5% 的股份。换句话说，你每天用的苹果手机上的谷歌搜索，用的微软系统，挪威这个基金都是它背后重要的大股东之一。它在分享全球顶尖企业的成长红利。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看透挪威克朗的价值逻辑了。当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因为国际油价、气价飙升而通胀高企，叫苦不迭的时候，挪威的国家财富却在同步增长。能源价格越高，挪威通过出口获得的收入就越多，其主权财富基金就越庞大，反过来支撑其货币和国家信用的基础就越牢固。一个在华尔街做宏观交易的朋友跟我解释过他们的逻辑，在未来可预见的10年、20年，全球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依然是刚性的。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要完全替代还需要很长时间，而过去那种廉价、充足能源的时代，恐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地缘政治冲突、投资不足等因素会让能源价格长期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平台，因此看好并配置挪威克朗，本质上就是在通过货币这个工具，间接的、相对安全的做多未来长期的能源价格，特别是在最近的国际局势变化之后，欧洲急切地需要寻找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来替代原来的来源。挪威作为欧洲近邻和稳定民主国家，其能源供应者的角色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所以，当别的国家央行可能为了对抗通胀而被迫加息，甚至引发经济衰退时，挪威克朗的强势是建立在卖出实实在在的地球馈赠的硬资源基础上的。这种支撑非常扎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关注或配置一些与挪威克朗相关的资产，比如一些投资挪威资产的基金，可以视为一种对抗全球性通胀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对冲工具。你不需要自己去期货市场买卖石油合约，那种操作专业门槛高，风险极大。但通过持有一些以挪威克朗计价的稳健资产，你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到全球能源价值重估所带来的红利。第四样是正处于历史性低谷，却可能孕育着巨大反弹潜力的沉睡巨兽日元。说到这第四样，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立刻皱起眉头，甚至想反驳我。你有没有搞错？日元这2年不是跌得惨不忍睹吗？新闻里天天说日元贬值，都快成软妹币了，你现在说它好？别急，请你先冷静下来，思考一个投资市场上最核心的法则：最大的利润，往往来自于多数人的误解和恐慌之中。华尔街最精髓的思维之一就是逆向投资。当市场上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疯狂奔跑，导致某种资产的价格被抛售到远远低于其内在价值的时候，那些最冷静、最有远见的资金就会开始像猎人一样，悄悄地在暗处布局。当下的日元，在很多全球宏观投资者眼中，正是这样一个充满了争议，也充满了潜在机遇的黄金坑。过去2年，全球主旋律是高通胀，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都在疯狂加息，试图把物价压下来。而日本呢，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类，央行一直坚持着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着负利率，这一正一反，形成了巨大的利率差距。于是，全球的套利交易者都玩起了同一个游戏，以极低的成本介入日元，然后换成美元、欧元等高息货币，去买这些国家的债券或者存银行，稳稳地吃利息差。这个过程导致日元被源源不断的抛售，汇率自然就一路下跌。但是，所有玩这个游戏的人心里都清楚，这个游戏有个致命的前提，那就是日本央行会永远维持低利率不动。这个前提真的能永远成立吗？我认识一位在纽约管理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的华人经理 K 先生，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当几乎所有分析师和媒体都在唱衰日元，预测日元对美元还会再跌20-30%的时候， K 先生的团队却开始了完全相反的操作。他们悄悄地分批地建立日元的多头仓位，也就是买入日元。我问他为什么逆势而行，他给我看了几组非常关键的数据和逻辑链。第一，日本的通胀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30年，日本经济最大的敌人是通缩，物价年年跌，大家不愿消费。但如今，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稳定在2%的政策目标之上。而且这种通胀是由进口成本、服务业工资上涨等多个扎实因素推动的，不再是短暂现象。通缩这个让日本央行维持宽松的最大理由，正在快速消失。第二，日本的工资增长出现了春斗以来30年未见的大幅上涨，各大企业集团纷纷响应政府号召，为员工大幅加薪。工资的持续上涨会形成工资物价螺旋，让通胀变得更有韧性，这几乎封死了日本央行继续视而不见的后路。第三，从购买力评价、实际有效汇率等多项长期估值指标来看，日元目前的汇率水平已经被严重低估，处于过去50年来的极端低位，其实际价值比当前市场价格可能便宜了30%到40%。K 先生告诉我，市场现在就像在进行一场胆小鬼游戏，所有人都在赌日本央行不敢率先转向加息，怕戳破经济泡沫。但他们基金赌的是必然性，在日本通胀根深蒂固、工资明确上涨的大背景下，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开启加息周期是迟早的事，而且这个迟早可能就在未来12到24个月内。
一旦日本央行真的发出明确的紧缩信号，甚至开始的一次加息，那么整个全球金融市场的逻辑就会瞬间逆转。之前所有介入日元的套利交易都会因为成本上升而被迫紧急平仓，这意味着他们要疯狂地买回日元来偿还借款。这种大规模的、集中的空头回补，很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引发日元汇率的暴力反弹，升值幅度可能会非常惊人。20%、30%甚至更高都是有可能的。这就像一根被压到极致的弹簧，松开手的那一刻，反弹的力量会超乎想象。所以，这第四样资产，日元，和前面的瑞士法郎、新加坡元、挪威克朗性质完全不同。前三者是偏防御的盾，主要作用是保全和稳定。而日元在当前这个历史位置，更像是一把偏进攻的矛。它背后是高风险与高潜在回报并存的逻辑，它绝对不适合你用全部身家去赌，但它可以作为你多元化资产配置中的一个卫星仓位或期权类仓位。如果你经过自己的研究，认同日元价值回归这个长期逻辑，那么在当前这个极度悲观的价格区域，用一小部分不影响全局的资金去关注和配置，就像在为一个可能到来的重大金融周期拐点下一张有想象空间的门票。好了，今天雅婷通过悦享养生频道一起深入探讨了在经济前景迷雾重重、传统认知受到挑战的时代背景下，全球聪明资金正在未雨绸缪、悄然布局的4种关键货币资产。我们重新认识了像全球财富终极保险柜一样可靠的瑞士法郎，如同亚洲经济定海神针一般稳健的新加坡元，与地球稀缺能源深度绑定、能对冲通胀的挪威克朗，以及正处历史洼地、可能迎来周期性逆转的日元。这4样资产构成了一个从防御到进攻、从避险到博取收益的立体的资产配置思路。雅婷必须要再次强调，分享这些深度的分析和知识，绝不是鼓励你明天一早就冲进银行，进行一通盲目的、全盘性的操作。投资理财最忌讳的就是人云亦云和冲动决策。恰恰相反，我真正想传递给你的是一个比具体选择哪样资产更重要、更根本的财富理念。这个理念在经历了多次经济周期的富人圈里，已经是深入骨髓的常识，但我们很多普通人却常常忽视，那就是永远不要对你所依赖的单一系统抱有100%的静止的信任。真正的安全来自于对趋势的清醒认知，以及基于认知所做的科学的多元化的配置。美元主导全球的时代正在经历深刻而缓慢的变迁，那些因为恐惧或懒惰而把全部财富寄托于单一美元资产上的人，很可能正在重蹈我朋友刘小姐的覆辙，在时间的流逝中默默承受购买力被侵蚀的代价。保护财富不仅仅是要努力赚钱、拼命存钱，更是要像一位战略家一样，不断学习、提升认知，并智慧地排兵布阵。最后，雅婷非常期待听到你的想法。今天详细聊的这4样资产，你对哪一个最感兴趣，或者最有感触？你觉得它们各自的优势和风险分别是什么？或者在你的观察里，还有哪些资产也具备类似的、未被大众广泛认知的长期价值？欢迎你在评论区畅所欲言，我们一起交流探讨。同时，也恳请你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同样关心家庭财富未来、渴望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亲人和朋友。有时，一个及时的观念更新，一次深入的趋势探讨，可能会在未来的风雨中，为你们守护住更多辛勤耕耘而来的果实。让我们在悦享养生频道，不仅关注身体的健康，也一起构筑财富的健康，从容面对未来的每一天。